妈呀！下来！来，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乔英子，我们学校的学霸。不是来采访你的。哎，英子，英子，英子，哎，配合我一下，来笑一个，笑一个。那你本来长得还挺可爱的，对吧？可是呢，你不是我的菜。哎，英子，马上进入高三了，你有什么感想啊？说说。我觉得你要死。你看，学霸都神志不清了，让我们学渣怎么活啊？哎，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这是我女神哎。雨珊，雨珊，雨珊。那个，我有话对你说。你要说什么呀？我们不是已经高三了吗？就剩最后1年了，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哎，你说什么呢你？你再不考虑就没时间了。哎呦，大家都看着呢。来不及。是，上来！干什么呢你？你凭什么给我开进学校里了啊？我就这儿的学生，我来返校的，为什么不能进来？学生你不穿校服啊？我告诉你，只有教职工可以把车开进来，你不行。我这一不留神，你怎么给开进来了？我看校门开着呢，我以为是给我开的，我就进来了。再说，我放个书包，马上就下来。哎，那也不行，给我马上开出去。哪个班的？班主任是谁？把手放开！给我放开！行，你给我等着啊，别走，找人去。队长，有小孩。干嘛呢？没有，拍什么呢？你这，哎，你这没穿校服还把车开进来，违反校规校纪。拍什么呢？哎，不动！哎呦，这车不错啊！哎，打滚！你推我，别推我啊！我跟你说，在这分秒必争的高三，什么都有可能出现。这个就是最大的铅笔盒，里边钢笔、铅笔什么都有，你知道吧？王一凡，你骂谁呢？没事吧？哎，让他给我拿着！你敢打我女神？你别录了！别打了！行了，你们差不多。别打了！别打了！我。王一凡，你把我车划了！这不是我划的，你身上这么多扣，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肯定你划的。这明明就是你划的，不就是一道吗？我用红笔给你涂一下就完了，赔你就是了。笔涂，你赔得起吗你？你说什么你啊？干什么你们俩？干什么你啊？都高三了，还打架啊？行了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听清楚了。你们都是高三的学生了，高三时间有多宝贵，你们不知道吗？怎么还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呢？季阳阳，你怎么把车开学校来了？你有驾照吗？什么时候考的呀？满18了，刚考的。干嘛呀？没有，老师，我帮你看一下，别是个假本。用不着你操心，站过去。方一凡，你说你是为了维护学校的秩序，学校秩序有老师有保卫处，你该好好上心的是你的学习成绩。你看这学校被你闹得沸沸扬扬的。季阳阳，你中学生开这样的车，你是要炫富吗？还把车开到学校里来，严重违反校纪校规，你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好，不知道好啊。一会儿啊，你给我好好看看校规校纪，背背中学生守则。笑什么？还有你方一凡，你跟他一块儿好好学学怎么做高三的学生。
没事，谢谢你。没事没事，你也去春风啊？对呀，你孩子也在这儿上学？对呀，啊，真巧，我儿子也在这儿。你孩子几年级啊？高3了，哪个班3班啊。 ？3班啊？哎，我儿子也3班啊。我儿子叫方一凡，你孩子叫什么？我儿子叫季洋洋。哦，季洋洋。对。哎，好像我听凡凡说过，对，是不是每次开家长会来的都是他爸爸？那是他舅舅。哦，我说呢，这么年轻。喂，哎，是我。好，我马上下来。老师，谁呀？别操心了啊！你们回去写检查，一人1500字。你好。你好，李萌吗？哎，对。取号密码给我一下。1019。哦，对了，谢谢。哎，是李萌老师。啊，我是方一凡妈妈，你刚刚给我打电话的。哦，一凡妈妈你好，哎，我是她高3班主任。哎，你好。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跟我对接。好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家方一凡又惹祸了，跟同学打架。跟谁打架啊？跟季洋洋。为什么打架啊？您是？哦，我是季洋洋的妈妈。啊，我以为又是他舅舅来呢。那妈妈能来就更好了。季洋洋今天把车开进了学校，严重违反了校规校纪。实在抱歉啊，这个情况我还不知道。2个孩子是因为这个打架的吗？受没受伤啊？严重？不严重，也没受伤，就是影响不好。哎呦，不好意思啊，洋洋妈妈，我们家凡凡太调皮了，真的不好意思，还动手打人，真是抱歉抱歉啊！不，是我们洋洋犯错在先。再说了，小孩子打架嘛，都是闹着玩的。我估计肯定2个人说着说着就没搂住，起急了就动手了。没事，抱歉。行，二位，其实今天叫你们来啊，不光是为了打架的事儿，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那咱们办公室聊吧，好吗？哦，走。你们平时是不是都挺忙的呀？没时间管孩子呀？我是。我还行啊，平时我跟他爸都管着，但是因为男孩子现在大了吧，哎呀，没事。是小乌龟，没事，别怕，我们家有这个，还有字儿呢，祝李老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方一，你过生日啊？哎呦，真不好意思啊，我估计凡凡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想让你健康长寿的意思。哎呦，真是吓着你了。哎，李老师，对不起啊，孩子不懂事儿。他也是好心，你别生气哈。方一凡，妈，你追我，慢点。我就给他事儿，你问。干什么你？哎呀妈！不停下来！你别追了！哎呀！哎呀妈呀！停下来！我就给我。找地方坐啊！好，哎，谢谢，我来，我自己来。实在是对不住啊，今天有点太乱了。没有，是我造成的，是我不好意思。哎呀，没有。那行，那我就开门见山吧。好。今天找您2位来呢，刚才在校门口也说了，不全是为了打架的事儿。高3马上开学了，要分班，好几个孩子呢，建议要蹲班。这蹲班的孩子里边就有季洋洋和方一凡。他们俩不仅学习跟不上，还影响班里的学习气氛，所以今天请您2位家长过来商量一下，看看会不会考虑让孩子回高2再读1年。再读1年？哎，可是上学期期末凡凡的成绩还可以吧？是还可以，但是这分数有点尴尬。升高3没问题的，但是想要达到本科线还差不少呢。
是这样的，有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整个暑假他爸都在给他报班，给他补习呢，所以您这不是这学期的摸底测试还没考呢？像这种蹲班这种决定，是不是应该等摸底考试结束了以后，再决定啊？啊，对，摸底考试开学以后就考，所以嘛，今天就请2位家长过来，没做决定呢，跟你们商量一下，也是提前打个招呼。啊，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不太懂啊，这个蹲班，是我理解的留级吗？啊，对，是留级。那要是留级，我可能不太能接受。除了成绩以外，凡凡还有一个，他生日比别人大。你再留一级，他比别的孩子大2岁，等他毕业的时候，我怕他心里有阴影。对，李老师，季阳的情况呢，就更复杂了一点儿，更特殊一点儿。他读小学的时候呢，就身体特别弱，就比别的孩子晚读了1年。你看，如果他再留级的话，那毕业的时候就比其他的孩子都大了2岁啊。这个情况，恐怕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是，你们说的呢也都有道理。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这个情况呢，你们也看见了，主要是这2个孩子的心思呀，压根儿就没在学习上。这个我知道，但是咱们不是还有1年吗？而且我和他爸爸也会好好管他，咱们一起再努力，我觉得孩子还是有希望的，是不是？对，还是有希望的。你也别太激动了啊！我今天呢，就是请2位过来商量一下，也是提前打个招呼，没做决定呢。哎姐，过来没有啊？我等你半天了。是不是你给的车？是啊。你给的车就算了，你还给他这么好的车，他爸爸最讨厌他玩车了，更别说开的学校，这不是惹祸吗？哎呦，杨惹祸了？可不嘛，打架了。打架了？杨没事吧？伤着没有啊？在学校是吧？那我现在过去。哎，你在这等着我吧，不用过来了，我这边已经处理完了。那我在这儿等着你。好，我现在就过来啊。妈，你不要叫我妈，我不是你妈。妈，我错了。你没错，我错了。我为什么要生你？我吃饱了撑的，我就不该生你。方一凡，我真的不明白你脑子里面天天在想什么。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现在高几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现在高3了，不再是高1、高2了。你说你。天学习不灵，打架门清。一个暑假我给你报个补习班，原指望你好好学习能上去，结果呢，断崖式的下滑。你对得起我吗？妈妈高3那年，妈妈怎么跟你讲的吗？93啊，数学92，化学91。哎，除了那个英语一般般吧，其他都特别棒。你为什么一点不随妈妈？啊，凡凡，我随我爸呗。你也没随你爸呀，你爸也是学霸呀，当年成绩也很好啊。是这2年才堕落的，才玩物丧志的，还给你搞什么乌龟？我爸电话。你爸你接。哎，爸。哎，儿子，你妈呢？你放学了？我妈这开车呢，没事，我连着车上免提能听见，你直接说吧。Hello， 美女。滚蛋！哟，情绪不高啊，当着儿子面说脏话可不利于亲子关系啊。他不是我儿子，他是我祖宗。明天早起我就烧猪香给他，以后每天烧猪香给他。哟，生儿子气呢。哎，你怎么又惹妈生气了？哎，美女，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发那么多微信？你儿子，你让他跟你说。哎，爸。哎，怎么了，儿子？没有，就跟同学打个架嘛。啊？打坏了没有啊？没事儿。方一凡，你多大了？你还跟人打架？你这不对，你知道吗？啊，我知道。行，知错能改，善不大焉。哎，我这正看鱼呢，你妈能听见吗？没事，你说。哎，你们老师喜欢那乌龟吗？你给他介绍一下啊，那是正宗的金钱龟，可不便宜。啊，知道了。
回家再说吧啊！我挂了，挂了。哎，等一下。喂，方圆，我马上带凡凡去给磊儿买点东西，然后你去点点吃的，我去送倩家，那儿汇合啊。哎，爸，你帮我点个烤鸭啊。不给他点，罚他今晚什么都不能吃。那烤鸭其实我给你一点的，你知道吧？你一会儿你就多吃点，你把那一只烤鸭都吃了，然后再多喝点那个鸭汤，败败火。然后咱不是说好还得去趟超市吗？方一凡，你什么都能记住，又是超市，又是烤鸭，你就是不记住你的学习上的事儿，是不是？妈，其实我都帮你记着呢，不是你说的吗？说那个你那学霸弟弟要来了，你得好好照顾他，不能让他在学校被欺负了。咱们不正好要去超市给他买点什么生活用品什么的，别来了没有。我都帮你记的呢，别生气了啊，妈。凡凡，蕾蕾来了，你真的要懂事一些啊。蕾蕾妈妈走了，她爸爸对她不怎么样，也不上心，摊上那么个后妈。蕾蕾来了，你要跟她好好相处，要好好向她学习。蕾蕾等于跟你是有1/4血缘关系的，真等于亲兄弟，你听到没有？啊？听到了，听到了。哎妈，他要来北京参加高考，他有北京户口吗？你操这个心干什么？该你操心的你不操心，不该你操心的你瞎操心。他怎么没有北京户口啊？你大姨她当年嫁到福建的时候，户口没调过去，她随你大姨一直留在北京呢，户口就在咱们家。啊，早跟我说不就完了吗？你问我了吗？行行行，不问了，不问了。唉，跟你爸一个德行。早安。哟，人也挺多呀，你怎么在这儿呢？哎，你的车没事吧？没事儿，都过去了。方一凡吧，这人你也知道，并不坏，就是爱咋呼，成天招猫逗狗的。你呀，就别跟他计较了吧。方一凡他是什么样的人，跟我没关系，别跟我提他。哎，小心点儿，你那手。看什么呢？妈呀，你吓死我了！看打球呢。说你呢，看啥看这么认真，聚精会神的，这眼珠子都不带动一下的。原来是看季阳来了。哎，师姐，打？不打了，回家。哎，那我跟你一块儿走吧。哎，季阳阳，你还不回家？我没家。妈，我回来了。回来啦？是不是都饿了？马上开饭啊！今儿没学生啊？啊，今儿我太忙。又弄这种药膳，哎，汤。不喜欢喝这种药味的汤。哎呀，不是给你的，放心，是给妈自己喝的。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哎呀，最近啊睡得不好，老是失眠，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有点压力。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学习去了。先别学了，把饭吃了再说吧。你压力大，我压力才大呢。Alexander， 懂不懂？好像你们家阿姨来了，你不用出来打招呼了啊，踏踏实实做题。
英子，开门，爹地。你怎么来了？你在家呢？那个宋倩，你把门打开一下，我给孩子拿了点东西。咱们说好了，1个月见一次的，别坏了规矩，好不好？天天来打扰，你先回去吧。别，我跟孩子约好了，孩子等着呢。你把门打开。他那儿做卷子呢，我这儿也有学生，都挺忙的，别打扰了啊。先回去吧。英子，把门开一下，爸爸到了。你妈不给开门，你把门打开。哎，英子，不用开了，爸爸进来了。哎，你干嘛？啊，你跟着我干什么？不是，我也住这儿，我这不俩手站着吗？跟您一块儿进去。你住这儿？你住几楼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这人，我说我住这儿，你问我住几楼干嘛呀？你说你住这儿，你就住这儿了。哎，别给我推坏了，别给我推坏了。前几天这小区丢东西了，你知道吗？我严重怀疑跟你们这种尾随入户人有关系。哎，保安，赶快把他带走，查查啊！出来，什么人都往这儿出来。半天了，鬼鬼祟祟的，干嘛呢？喂，5号楼这边有个人鬼鬼祟祟的，你们赶紧过来几个人。什么话呀？什么鬼鬼祟祟啊，保安同志？你跟谁同志呢？走，给我去安保处。我住这儿的，我不去，我干什么呀？我住这儿，我这是业主。你是业主？那你住哪户？几零几？403。403。行，那咱俩去问啊。403是吧？你好。哎，你好，请问一下，您家有没有一位？你姓什么？我姓乔，乔卫东。有位乔先生，他说他是业主。没有。说。走吧。不是你们小区丢什么了？我真不知道，和我没关系。哎，小伙子，上个星期咱们俩见过呀，你有没有印象？没印象。行了，你先别说了，咱们先去安保处。先说你是怎么溜进来的吧。我们刚接到派出所通报，说附近有人碰见变态了，还专门尾随单身女同志。我看这体貌特征跟你挺像的，40来岁。平头。戴眼镜，还有作案工具。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有拿这么大的东西，这尾随别人的吗？再说尾随哪有大白天尾随的？要尾随那都是深更半夜的晚上尾随。你还挺有经验啊。晚上什么计划？拿着它去尾随妇女。赶快报警！好。报警了吗？经理啊，您来的正好，没报呢。我们怀疑他就是那个盗窃犯，乔总。啊，你好，你好，这是咱们小区的老业主，怎么了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是我长得说是一会儿像变态，一会儿像贼，就把我给抓这儿来了。哎，实在是抱歉啊，这几个小子新来的，咱们这儿的保安呐换好几波了，咱们小区这几天有几家招了贼了，所以管得严。您放心啊，肯定严肃处理。赶紧给乔总拿水。哎，行，不用了。您这是回来看闺女来了？啊，回来看闺女，给闺女拿的东西，没想到让他们给拿了。来，我给你拿着，我给您送上去。怎么上来的呀？啊？怎么上来的？你不让我上来，人家物业经理亲自把我送上来的。有本事让他送进门啊！不是，你一趟趟跑，你到底要干嘛呀？英子不是喜欢天文望远镜吗？今儿货到了，我给孩子把货送过来。高3了，哪有时间玩这个呀？拿走。这是孩子的兴趣爱好，我这当爸爸的不得支持吗？哎，那么多年都没见你支持，到了高3了，支持什么呀？不行，我支持还分高几吗？你我就放下就走。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很忙啊？我不耽误孩子事儿，你就让我进去好不好？啊，崔老师，哎，不行，我不耽误事儿。不是说您，哎，
是说您，不是说您。马上给您查啊！哎，不好意思啊，崔老师。杨子，爸，您咋来了？爸给你买个望远镜，你喜欢的那种，你看看。对对对，这就是我想的，行，谢谢爸。啊。但是，要不您还是拿回去吧。我最近忙着学习，我妈肯定不让我玩。最近怎么那么忙啊？这不是快分班考了吗？我妈整天盯着我做题。不是英啊，哎，你跟爸说说，你大学想考哪个学校？大学啊？这不还有1年呢吗？爸，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学习了？这话让你说的，你现在不是高3了吗？你妈天天你看这还带学生，我怕忙不过来，准备过来帮帮她。您不来就是帮她忙了。哎，芳姐，哟，怎么打扮那么隆重啊？来来，今天 Jenny 过生日，公司给开了个 party， 为她穿那么隆重啊？拉倒吧，我是故意的，一身黑，葬礼。嘿，太客气了吧？哎，你们没吃饭吗？吃完了啊，都吃过了。你们没吃了吧？饿不饿？凡凡饿不饿？我那儿汤。哎，行，一会儿喝吧，我先找英子去。啊，好，你先去吧。哎，芳芳一会儿打包鸭子过来哈。哦，乔雪东在呢。他怎么来了？闲的呗，又找借口看他闺女啊。你没一块吃饭了？美的他，我还请他吃饭。英子，哟，哎呀，凡凡啊，东叔啊，哎，我和我妈过来了今天。哦，找英子了啊？那行，你们聊。这我给英子买的望远镜，你给支起来。行，我给拆了啊。好吧，那爸您慢走啊。我不走，我跟文杰阿姨说声话啊。行吧。行，你们聊吧。大腕儿炖呢？安神舞蹈汤啊，我不是给过你方子的，你还住过一次。文杰，哎，老乔，来了哈！哎，好久不见了啊！是啊，好久没见了。哎，谁说好久没见？上个星期不是刚跟方圆你们打过电话吗？啊，是我说咱俩好久没见了。对，那个什么，你现在都忙什么呢？我瞎忙。哦，那个，要不我……行，你先走吧。不是，妈啊，那烤鸭什么时候到？我快饿死了。哟，那我先给你找点吃的。没事，你不用催，你爸已经在路上了啊，稍绷会儿。老方来啊，老方马上来了，那我坐会儿吧，我等会儿老方，我打个招呼啊。那这事你们聊你们的啊，那就没事，不用管我。行，那你坐着吧啊。行。搞那么死气。干嘛呀，慌慌张张的？跟你说凡凡的事儿啊。我把门关上，省得孩子听见。手感不错吧？这个呢，可是我妈为了我的高3新给我装的隔音墙，据说这隔音量能够达到45分贝呢。真的？那也挺厉害的。不过我觉得吧，这跟普通的墙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手感不错。我骗你干嘛呀？这就跟那明星录唱片的地方，就录音棚一个效果，你里边说什么，外面都听到。真的？我试试啊。童文姐，你过来！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我就在这等你。不是，你不说听不见吗？那也没让你用吼的呀，大哥。哎，英子，你爸给你的望远镜太帅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住啊！到时候借我玩2天。哼，你是不了解我妈，她就是个狠人儿，贼专制。哎，不能这么说你妈的啊！你妈多好啊，天天笑呵呵的，又温柔又慈祥，哪跟我妈似的凶神恶煞？她不跟你讲道理。刚才超市差点一巴掌呼死我。你别急，这不是你们都还在呢吗？等你们一走，我那宝贝望远镜啊就要被没收了。我要是管他要的话，他就说高考一完物归原主。我看你妈这样啊！唉，我现在就是挺心疼我爸的。你说他这3天2头的给我送趟东西，每次哪一回不是被我妈给怼过去的，夹着尾巴就逃走了。唉，
原来天下的妈妈都一个样。同为天下沦落人呢。来，各位老师啊，各位领导，咱们往前走。什么时候开始啊？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在场的同学们，早上好。在平凡的世界中，最难的要像这样想。桃子，喝点水。我不能对别人安排，要自己争取和奋斗。一会儿上台先润润嗓子。不用不用。我们是不公。那个，今天晚上有空吗？干嘛呀？没事，我就问问。今天晚上那个《碟中谍6》电影上映，咱一块组团去看呗。先生，没空。那其实我也挺想去看。那就走，我请客。然后一会儿咱们晚上。请客啥呀你？干嘛呀，英子？王一帆说组团去看《碟中谍6》，今儿去吗？我妈肯定不让我去。你跟你妈这么说，你在学校做听力，她肯定就放你去了。让我们先生，我试试呗。那行，那咱就这么定了啊。我现在就订票。哎，不是，方一凡，你是站这儿的吗？啊，我不站这儿，我一会儿站那个前头，然后给你们照相。好，在，好，这边。来，哎，那往前走，往前走。对，往那边走，上面。三门溜，这边。哎，李老师，哎，你好，想跟你聊一下。走这边。好。哎，往那边走，对，哎，都坐到那边。不是你干嘛？你干嘛呀？季学长，今天来了很多家长，真不看那边，那边。哎，那些都是高3的学生啊。你现在先别跟人说，老师正忙着呢。我是李萌老师。你好。您请坐。你好。找我看看，就是那钢琴那个。好的。要说，你怎么还真来了？我怎么不来？今儿英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得给孩子加油助威了呀。早嘛去。英子呢？那儿。哪儿呢？哦，看。看什么那儿那个地方？给孩子拍张照。哪儿弄来的？之前看演唱会买的。真有本事。你帮我拿下。找着了吗？等会儿。啊，那儿，来，给你看。看见没有？咱俩拍一张呗。哎，你能不能别坐这儿啊？我不坐这儿，我坐哪儿啊？你说，就像咱俩这种情况，这周围肯定不止咱俩这一对儿。你有劲没劲啊？肯定不止咱这一对儿。好了，请大家安静一下啊！家长们、同学们，请大家各就各位，誓师大会马上开始，有请同学们入场。好了，现在入场的是高3一班。高3一班是一个由32个人组成的团体，去年曾在全市英语竞赛中获得了傲人的成绩。其中，陈步青同学获得了2等奖，卢志阳同学获得了3等奖。恭喜他们！紧随其后的是高3二班，
2017年我市青少年散打亚军，我是来自2班的高哲浩同学。好，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高三3班。高三3班的理科成绩非常耀眼，乔英子、王志豪2名同学曾在高1、高2连续2年获得全市物理竞赛1、2名，为我校争光。高3班1号2班。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高3 4班，4班的朱敏一同学曾经获得去年北京市奥数竞赛3等奖。以梦为马，再创辉煌。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高3 5班。5班拥有全校最棒的啦啦队，多次在市级运动会上为我校健儿加油助威。下面让我们有请汤校长宣布本届高3年级誓师大会开始。老师们、同学们，我宣布2018年度春风中学高考誓师大会正式开始。同学们，再过1年，你们就要进入高考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了。人的一生啊，要过层层关卡，高考就是其中一道。此刻的你们可能会觉得，高3真难熬，试卷仿佛做也做不完。然而白驹过隙，我相信明年此刻的你们，过关斩将，一定收获满满。你会怀念这充满汗水的1年，更会感谢今天加倍努力的自己。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高3的灯火正辉煌。同学们，你们现在正处在人生之旅的重要分水岭。如果少壮不努力，当你蓦然回首时，则会充满遗憾。所以，希望今天的你们，为明天的冲刺做努力的拼搏，书写一个人生的新篇章，也书写我们春风中学的新篇章。下面我们有请家长代表高3 3班季洋洋的父亲季胜利同志给大家讲话。哟，季公子，你把牛啊！我有一同学的名字就叫这个季胜利，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代表全体家长给同学们表示鼓励和祝福。同学们，今天你们迎来了你们的高3，迎来了你们人生中第一次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是战役呢，那就必须得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希望你们能够勇敢地去面对高考的考验，把努力、拼搏、认真这3个词深深地嵌入心底，认真做好每一道题，看着贝尔看不出来啊。每一张卷子，每一次模拟考试，不断地去完成、去攻克、去安营扎寨，去赢得每一个阶段的胜利。父母和家庭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作为家长，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地支持和配合学校的工作，给你们搞好服务，为你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最后，祝同学们高考顺利！哎呀，说得真好啊！下面让我们有请学生代表启动宣誓仪式。这不是英子好朋友桃子吗？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各位家长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这拍女儿还真积极啊！不跟你一样啊。今天是一个儿子重要的日子，肯定是不服呀。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路遥曾这样写道：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我们今天愿意在这里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誓师宣誓。接下来，请全体起立，让汤校长带领我们一起宣誓：舍我其谁，舍我其谁，高考必胜，高考必胜，舍我其谁。怎么了？儿子说怎么了？我就是想给大家照张相。你先别说这些了，老师没管你，潘老师，干脆有事把肖一请来，拿个3天。儿子，你们让他拍什么照片嘛？行了，儿子，方一凡，听得见吧？方一凡，担架来了，来，搭把手。芳豪，你醒醒！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芳豪，你看看我，我强硬着。芳豪，稳一点啊，稳一点，稳一点，别磕到了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小心点。医生，说什么？哎，你先。哎呀，方圆，没事，你真没事。怎么没事？听我说。没事。童姐，听我说，儿子为什么装？他那老师就那个李老师那个，绰号铁布衫样，特厉害。大概你是潘老师说的，爬那个架子破坏誓师大会，给他装一下，咱得帮儿子扛一下，知道吗？怎么样？正常。正常？对。不可能吧？医生，你再仔细检查一下，看看。也是正常。啊？我看是不是吓着了？按说这么大小伙子不应该呀。吓着了。不能吧？您刚才不知道啊，他是从好几米高的台子上摔下来。哎，老师他没事儿，他刚才是屁股着地，我看见头没挨着地，应该没什么事儿。那应该没什么问题。不是头没什么问题的话，他胳膊腿你也得仔细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事儿啊。哭。啊，没事，别着急。一帆妈妈，一帆爸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一帆妈妈，这事儿怪我了，实在是对不起，我不应该让方一凡去拍照，实在是对不起，不好意思。没事，老师，方一凡本身就调皮，我们都清楚。孩子皮，怪他自己。哎呀，怪我。刚才医生说没什么事儿，但我觉得不太可能，要不然咱们还是送医院吧，好吗？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了。好。不，那个李老师没事，我刚才看见他就是摔了屁股，也没碰上头，估计可能就是吓着了，累了，让他躺一会儿，不成我们亲自送他上医院。对。那这样，李老师，你看，这别为了一个孩子耽误你们誓师大会，你这么多孩子家长都在外边等着呢，好吧？是，那行，那我先。哎，潘老师，过来一下。
这样我一会儿啊领孩子们先过去开誓师大会，你留在这儿，一有事儿就跟我们联系，好不好？那个潘老师是吧？哎，潘老师，老师去忙老师。对，你们去吧，去吧。别耽误学校的正事。没事，你快去吧，快去忙好吧？哎，那么多家长等着呢。好，那我就先领孩子们过去，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们联系。好的，孩子们跟我们走了。谢谢，谢谢啊，同学们。谢谢啊，潘老师。辛苦二位家长啊！现在。叔阿姨，我先走了。去吧，你爸妈在下边等你呢。您是孩子家长吧？哎，我刚才查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们要是不放心的话，就送医院去查一查。没事儿，让他先躺一会儿，不成我们送医院。那也行，先观察观察。好嘞，啊，谢谢林大夫。谢谢啊。哎，来，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来。坐一下。好嘞，谢谢。王医生，我妈也接触到我们班有同学中暑了，我跟你去看一下。好，谢谢。那家长您先坐，好嘞，我去看一下学生。好，您忙，大夫，谢谢啊。方一凡，方一凡，别装了，行了吗？起来吧。这能装吗？方一凡，挺能装的。哎，装，再装。赶紧起来。方一凡，你别闹了。那个，哎，彤姐，你看这孩子突然长这么大个了啊！想之前就小 baby 躺在怀里，在怀里耍赖。哎呀，你作为他的妈妈啊，多久没亲他了？你多久没亲他了？很久没亲他了。很久没亲他了。你想不想亲他一下？他不让亲啊。你想不想？你肯定想亲他呀。我不想亲他。你肯定想亲他。这样，我先亲，我亲完你亲，好吧？啊，我先亲他啊。哎呀，爸爸太想亲人了。爸，别亲，千万别亲，我服了。你说你装什么晕倒啊？啊，你装什么装？你吓死我们了！就是，我就想上去给同学们拍个大全景，好看。不小心就滑倒了，然后就摔下来了。哎，那一刹那我就想，不行，我得装。为什么呢？一，铁棍本来就不待见我；二，学校誓师大会这么严重的事儿被我给搅和了，那万一我被开除了怎么办啊？对。哎，不过我刚才躺着这，我是真不是装的，我在这想我怎么醒。哎，结果爸你给我来这一招，好啊，我就正好人醒过来。方一凡，你不可以这样的，你不可以为一张照片就这样爬到上面去。你万一真摔坏了怎么办啊？我们俩这辈子就什么都别干了，我们俩索性就别活了。儿子，而且你如果要装的话，你躺地上先给爸爸来个信号，不然他爸爸也瞎着急着。行，我知道了，我要去拿个气球写个愿望给放了。哎，你这样怎么行？你怎么跟老师解释啊？跟老师说呀。没事，我这不工伤，我现在不醒了吗？行，我走了，走了。方一凡，下面，让我们将高好的心愿写在气球上，一起放飞希望与梦想。请家长和同学们以家庭为单位，每人领取1个气球，标记笔在主席台2侧都有人提供，请大家排队领取。另外通知一下各位家长和同学，放飞梦想仪式之后，我们将举办高考咨询会，各教研室及各班班主任以及区高招办的同志都将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好了，现在可以排队领取气球了，一起写下你们最美好的心愿吧。啊，他是装的呀，这也太没正经了。可是嘛，哎，不是，那他爬主席台顶上干嘛去了？谁知道？估计也就是想在你主席台发言的时候给你拍个全景，献个媚。才不是呢！我告诉你，他就是爱表现，爱显摆。这不是李萌老师给他一个机会吗？他就在那瞎嘚瑟。哎，你俩聊我呢？哟，影帝回来了！您这戏演的可真是不错。我听英子说了，你也真够皮的，幸亏没摔着。这算什么呀？
哎，你关心我？一边待着。我呀，只是不想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哎，对了，你把拍我那照片给删了。完蛋了吧？叫你穷嘚瑟。哎，我跟你说啊，我给我女神照相，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就算从那上面摔下来，摔残废了，摔成植物人了，我也无所谓。您这可真是一片冰心在指陶啊！那个，好兄弟，我先走了啊。晚上逮住这电影院还在啊。你能活着回来再说吧。你别走。不理他，我们放气球。乔伟东，来吧来吧，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人家说了，以家庭为单位。说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咱是一家庭吗？我跟你不是一家，我跟我女儿是一家啊。我女儿在哪儿我就去哪儿。乔伟东厅长，今天是英子的誓师大会，我不想跟你吵架啊。什么事都没有英子事儿重要。你既然来了，给我好好待着，不好好待赶紧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就这儿凉快，我就在这儿待着。那是你女儿，也是我女儿，有错吗？那咱俩分头找。你往那边看看。是。哎，洋洋妈妈。哎，一凡怎么样了？哦，没事了，这主要是吓着了。哇，真是把我们吓一跳。哎，老季，哎，季学长，季学长，一会儿啊，还要请家长代表给放飞梦想的仪式开个场，喊句话。不了，我儿子还没找到呢。季洋洋不是3班的吗？一会儿我叫个老师帮你找一下啊。不用了，真的，我找一下我儿子。这个仪式很重要。季学长，这边请你。不用，留不了。来，学长。哇塞！哎，童姐，那个，哎，哪去了又？哎，那个计生力就是我认识的计生力，是我小时候一朋友那计生力。就刚刚那个台上说话的。那区长计生力他是我小时候朋友，我们俩小时候住一个院里边，我爸跟他妈是同事，他爸是工会干事，我们俩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同学。他估计他没认出来我，但我们俩小时候是好朋友。那个区长，我知道你发小，俩人世家。哎，是。他小时候跟你一块玩的。对。行吧，你就吹吧。行，你爱信不信吧，他真是我小时候朋友。我跟你讲，他这还有一疤，还小时候我给他弄的。我还先找方一凡。这以前都是我们看学长学姐们跟这打鸡血，这么快就轮到我了。哎，桃子，你准备许啥心愿啊？想考个好大学，然后早点见到我爸爸。我已经很久都没见到他们了，一直在国外。英子，妈。阿姨好，英子好。豪仔今天发言真不错哎！哎，谢谢阿姨。走了，拜拜。哎，写了吗？写了。这是什么 ？CSA，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梦想，不是东西。CNSA 全称叫中国国家航天局，可厉害了，里面都是院士和大科学家。我知道，神舟系列是不是？对。天宫号、嫦娥号，你的爱好爸知道。没错，巨牛。最近还要发射什么探测什么？嫦娥4号。对，嫦娥。对，嫦娥。哎，高考之际，学习为重啊！这上面在写心愿，这些什么爱好、火箭这些以后来，我给你写。看这多好，好不好？来，放这个。来，等会儿，我也写一下。
拿着。写什么呀？啊？你写什么呀？凡凡，给妈妈看看你写的什么。努力学习，绝不落后，考上大学，报恩父母。可以呀，儿子啊。你真这么想的是吗？啊。哎，妈，不，李老师，哎，对，没事，没什么事儿。身上不觉得疼吧？没事，就吓着了。没事就好。哎，写什么呀？来，我来。努力学习，绝不落后，考上大学，报恩父母。写的挺好啊。行，那我过去看看别的学生啊。同学，我的笔没水，你借把那笔借。我先过去看看别的啊。行，好嘞，李老师您忙啊。考上长天专业，哎，这个行了。谢谢爸。哎，那再添上一句，就写一定考到700分。来，写这儿，就写这儿。人家这是写心愿，你这写考分算怎么回事啊？我不写。考分怎么就不是心愿呀？你想想看，清华北大，你没700分能考得上？你现在就一直徘徊在650分。来，写上，我们再加一把劲儿。那是您的心愿，不是我心愿啊！您自己写吧，我可不写。乖，你听我说啊，咱们别管我不听，我不写，我不写，这么多人看呢。别冤枉，孩子不想写你就别。哎呀，你别多管闲事。我真的不写，你能别老强加在我身上，我别在这儿。你自己写吧。哎，你说你也是，你强迫孩子写什么分数呢？你用着你管？英子，写，憋半天了，一个字都没写出来，就写一个字。不是，我本来想写考上大学，但我又觉着。这个可能每个人写都是这个考上大学，没什么创意，所以我就想写一个特别一点的。你是不是肯定也写了考字了？你管我呢？我瞅一眼你这个。我不给。我瞅一眼。不给。我参考一下你那个，考绩胜利。成着你。这还绩胜利，真是我是，人生大考，考出成绩，有考必胜，高考顺利。行了，你这一代考王啊，字带考啊。我知道我怎么想，考上还是考不上，小小欢喜还是好，一凡努力，高考顺利。怎么样？7言绝句可以吗？7言绝句呢？7个字都是一个字，这叫诗啊？不是。这高3了，突出就是考字。我这绝对是场上考字最多的一个啊！哎，儿子呢？哎，朋友，一个人溜达什么呢？我找闺女呢，你呢？啊，找儿子。哎，文姐，哎，凡凡怎么样了？没事啊，没事啊？啊，没事。上去干嘛去了？他想上去在那儿给大家拍一张照片。学校安排的。你在这儿干嘛呢？找了没有啊？没有。哎，怎么了？英子又跑哪儿去了？你问他。非逼着人孩子在气球上写什么考700分，给孩子都整哭了。你家英子能考700分，可以写呀。就是他本来就有这实力，怎么不能写啊？实力是有，但你不能写上。你写上，你让人其他家长怎么办？谁是其他家长？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哎，刚才我找你半天，你干嘛去了？我一直没看见你。孩子跑哪儿去了？哎，你们干嘛呀？怎么了？你不哭了呀？你不是为了我吧？他这就不是桃子怎么了？是不是谁欺负她了？你跟我说，我现在就找她去。没人欺负他，跟宋佳怡吵架了。吵架了？
哎呦，这多大点事儿啊！别想那么多爸妈话，你别往心里去。你看我妈天天在我边叨叨，跟蜜蜂似的。真的，你左耳进右耳出，听听就完了。哎，都你是的，没心没肺的呀。行了，那这样，我送你个礼物，那个乐高，乐高行不行？这你最喜欢那个有那个就是飞机那个，看我啊，就那个嘟，还有那个2个头的那个，滋转一圈那个，还是那个贴着地。你每次都忽悠，一次都没买过。你这次可不能再抠门了，起码得买5个吧。5个？行，5个就5个。我听桃子，我给你买5个，不能再多了。不过你以后也不能这样，你这不你长得本来就嗖嗖的，你还爱哭还作，以后谁娶你？你给我滚！你长得才馊了呢。我馊没关系啊，我馊我已经变草药主了，是不是桃子？想得美，到你狗尾巴草去。你快看，黄一凡像不像根狗尾巴草？一天到晚甩来甩去没个正形。让我们开始倒计时。坏了，我没听倒计时。你的写我这，来，给你比。我写好了。9、8、7、6、5、4、3、2、你这衣服都换好了，怎么还丧不打眼？别叹气了啊！你那车呀，前轮羊角角度给你调过了，化油器、进气跟喷油的比例给你调了，后轮距加宽了1厘米，去试试去。可以啊，谢谢舅舅。去吧。知道了。姐，刘正，洋洋呢？洋洋可能在我这儿呢。怎么了？他去你那儿为什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学校誓师大会还没完呢，他就跑了。大姐，我觉着呀，你们得跟洋洋呢好好谈一下，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啊。行了行了，这还用你说吗？一会儿你得把他安全的送回家啊。哎呦，安全，一定安全送回去。好了，挂了。我给你改的，这引擎真给劲儿，那个后轮间距调了那么一点点，抓的比你舅舅好。哎，不过舅舅，你这赛道也该换换了，太短了，好不过瘾。你还想怎么过瘾啊？这赛道再长想干什么呀？你还当专业的？哎，你知道你几岁了？您都17了啊！舅舅，我今年18，驾照我都考了。18你更来不及了，人15岁啊就应该进那专业队了，你就凑合跑业余的吧啊！我问问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什么身份啊？高3学生呗。哎呦，你还知道你是高3学生呢？高3学生主业就应该好好学习。我问问你，今天誓师大会你跑我这干嘛来了？还说呢，誓师大会，你这个家长都不在，我干嘛要在？看你这孩子，哎，你爸妈不是你家长吗？啊？从来都没管过我，算什么家长？我洋洋，
你得学着呀，理解他们。来了都不知道看我一眼，就知道上台打官腔，怎么个理解？你爸爸他这工作性质，他就这样，你不能怪他，你得理解。就这，别劝我了，你再劝我，以后您这儿我也不来了。啊，不劝啊！但是你小时候啊，你爸妈在外地工作，他们也是身不由己，这事儿呢，你不能怪他，好不好？好，咱不说以前的事儿，行不行？咱就说眼前的问题。哎，你这往后要跟他们在一块儿生活1年的时间呢，您要是考上大学了，未来你爱住哪儿住哪儿，没人管你。可是你说你现在老跟他们那么冷战着，这1年你多难受啊！啊，我觉得这压根就不算问题。不是，那什么是问题啊？不是，谁说我非得跟他们住一块儿啊？我可以住我姥姥家呀。你这样就走。哎，洋洋，哎，让。咱们高校的高招咨询上，一般都是在春节后。不过呢，咱们学校有传统，邀请了在京各高校的招生办，提前给我们春风的考生啊做一轮咨询。哎，对了，老程呢？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啊，对，把所有咨询集中在学校，让家长少跑路，不盲目。人民大学，哎，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看着清华。哎，清华跟咱也没什么关系，甭看了。怎么没关系啊？我给磊儿看看。你不要跟这儿站着了，你到那边去多拿一点资料。校长，哎，这大点。市重点中学能够把教育和服务结合得这么好，你们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啊！哎，对不起。哎，胜利，这位家长，您有什么事吗？我，方圆，方圆。哦，不，圆圆。哎呀，好久没见了。哎，你怎么从这儿蹦出来了？你在这当老师呢？对，我儿子跟他上高中。太巧了，我儿子也在这个学校上高中呢。是。哎呀，咱们太多年没见了。就是上次见你还在院子里边，你从安徽回来那次。10几年前了。10几年了。那刚看你在台上讲话讲得真棒。你没变啊。季主任，要不去校史室参观一下？好，这个方圆，我还有点事儿啊，改天聊。行，好。哎，问候你的家人。好嘞。哎呦，咱们下次聊。好嘞。再见。校长再见。好。童杰，我没跟你瞎吹吧？啊，我真认识他。这是区长，你真认识？这是你发小啊？这位女士，你稍微你冷静一点。行，走。这边啊，区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没准哪天碰上市长，谈到一回忆过去，还是表亲的。滚蛋！别说你胖你就丑，人呢？活着呢！哎，我们还以为你脑袋被摔晕了呢。不是，看你半天，你恢复能力挺强的，刚才不会是装的吧？我不装了。帮猴儿，你可真行！你说这好好誓师大会，这倒好，你成主角了。这李铁棍一会儿不得找你算账啊？他让我照了相，我这属于工伤，我这要摔死了还成烈士了。哎呦，你还烈士呢？你可别吹牛了，你不吹牛能死啊！真没吹，刚才在医务室，铁棍一直在旁边嘘寒问暖，一口一个烦烦的叫。哎呦，干嘛呀你？好吧你听我说，我真没吹。我从上面摔下来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能让你们不但彻底摆脱李铁棍，还能躲过高3的牢狱之灾。更好的是，你们想干嘛干嘛，根本不用考虑什么高考、大学的事儿。真的假的？真的。方猴，你这神神叨叨的，该不会是什么犯法的事儿吧？不会，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好少年，不干犯法的事。放心吧啊！哎，来哥，我们听，你们听啊！真想听。好，非常好。来啊，来。算了。你是付费啊！你永远就这种小把戏。不是，你们不愿意微信之后，你们给现金也行。你
你这3天2头的就跟同学们谈生意，谁信你啊？我的意思就是，你们愿意不愿意我都无所谓。你们要愿意呢，给个块8毛我也不嫌少；你们给个100有钱我也无所谓，是吧？所以你们完全自愿 ，OK 吧？不强求也行，众筹就众筹。那我出5块。哎，好嘞。哎，你傻呀，他骗你呢。来，走，快扫，快去傻。来，别着急啊，一个个来，一个个来。哎，收完钱快说。啊，我看多少？啊，够了，50了，行。我告诉你们啊，想彻底摆脱李铁棍的最终奥义，就是蹲班。蹲班是啥？什么班？傻呀，他耍你们呢。了解，其实就是了解。来抓我呀！不好意思啊。前面来！快上来！还钱！小心！给我钱！停！那，我有话要说。有什么可说的？接着跑啊！把钱先还了。我就跟大家开了个玩笑啊！这大热天，我本来就是要给大家买个冰棍的。那我们去买呀！好，你松手。吴老师，一凡妈妈，你怎么没走啊？是不是一凡身体出什么事儿了呀？没有，就是您说的蹲班的事儿。哦，是这样的，刚才没来得及跟您说，之前的事我考虑的不太成熟啊。现在学校决定了，高3的学生共同进步。你上次不是也说了吗？不能抛弃任何一个学生。不蹲了？啊，对，学校改变高考战略了。啊，对，蹲班的事就算了。哦，是这样的。那如果不蹲的话，像方一凡这样的，您觉得这个本科有希望吗？你不是之前也说了吗？咱们一起努力嘛，不抛下任何一个人。是，但，哎呀，就实话实说，方一凡的确在这个学习上真的是不太上心。其实我们家长也很着急，那我们也不停地跟他说，现在一个是怎么调动他的积极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应试的一些技巧，是不是你们会单独给他开个小灶什么的？一凡妈妈，你不用太激动，你也别太焦虑了。人嘛，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呀。虽然这个事儿呢比较紧迫啊，但是我们也不能乱了章法呀。是，你这有压力，我们更有压力，因为毕竟我们学校每年的升学率是100%的。但是有压力不怕，咱们可以一起扛嘛，是不是？这样吧，我高3呢刚开学，事儿比较多啊，现在一时半会儿还忙不开。你等摸底考试结束以后，我们来针对每一个孩子的问题来有方向的进行辅导。好。但是，你们家长也要积极的配合我们啊，不能是我们努力了，你们家长不努力。不会，对吧？所以呢，这一年你们要比学生更累。我知道，都说高考的孩子脱1层皮，家长脱10层皮，我们脱。凡凡又不用蹲班了。真的呀，那好事儿。哎呦，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呀！就见着我这老同学，哎，就那区长，人都没认出来我，不也正常啊？这多久没见了？今天见到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也不是小时候，中学的时候，当时我们2个家住同一个院子。哦，我看到了。你们不是发小吗？发小不是从小一块混的吗？我们是那种小时候在一块玩的好朋友，后来长大了就没联系了。为什么不联系啊？为什么不联系？反正小的时候我学习成绩比较好，他学习成绩一般。考大学的时候我考上了，他没考上，复读1年。那一年我没考上，落榜了，还挺伤心的。他考上了政法大学，后来我就想啊，我一定要像他一样的，也要考上政法大学，就复读了1年。那一年真是啊，头悬梁锥刺股。第2年我就考上了，成了他的师弟。你想，我一个大学生，
他一高4学生，见面聊什么，慢慢就疏远了。他好像是学法的，我是学行政管理的，不是一个专业，又不在一个年级，交往就少了。难怪呢，我就看着你好像对人家不太热情。不热情吗？我觉得还挺热情的。热情什么呀？啊，就跟着你啊，礼仪性的打了个招呼，不冷不热的啊，握了个手。不冷不热，人家还叫我是圆圆呢。啊，叫你圆圆就是热情了，人可能都忘了你姓什么了，所以才叫你圆圆。不可能吧？对，想起了他叫方圆，对，方圆。那你怎么叫人家小名呢？这都多大年纪了，还假装亲热？你说这个啊，变化多大呀？老纪胖了呀，我没认出来他。怎么？你好意思说人家呀？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啊，你这里面难道装的是知识吗？知识分子的气节的，不能催眉折腰。现在腰确实折不下去了。我这是属于肥而不腻，五花3层。哎，年轻时候挺帅的，而且啊还是中学的文艺积极分子，经常参加一些文艺活动，我们都挺崇拜他的。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的？区长，瞧瞧人家，多大的官儿？你看我，区的一小科长。区小科长怎么了？我就喜欢你这样，喜欢你不求上进的样子。怎么看着他不太像是政府工作人员啊？政府工作人员应该长什么样子？就是你这个样子呗。哦，我明白了，那个谁是那个谁的老婆，他是她老公，他们是一家的。我说呢，没听明白你说什么意思？你笨死了，就是那个季，你这个季是那个季洋洋的爸爸，他们不是都是季吗？哦，我明白了，你是说他。然后我认识的那个女的，啊，行，我明白，是他们的一家的，明白，知道吧？明白，知道。我从你跟你结婚第2年开始，我就已经习惯了听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跟方一凡打架那个季洋洋，是我这同学季胜利的儿子。对，你认识那女的是跟季胜利是夫妻俩。对，他们是一家的。一家的，听懂了，听懂了，都不容易啊。方圆，不是我说你，你每次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你说你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像样的朋友，你主动点、热情点，留人一个微信啊。哎呀，也没要个联系方式。哎，没事的，以后肯定还会见。孩子们都在一个学校嘛。下次要是见到了，得主动的跟人家要联系方式，别显得我们不主动、不热情、不和群众打成一片，是吧？喂，哎，好，我马上到啊，哎，再见。我要去区里开个会。你去吧，洋洋没事的。妈，回来了。今天跟谁看电影了？跟英子还几个同学。饿不饿？其实还好，因为看电影时候吃点爆米花。那行，正好，今天你爸爸回来吧，来，你过来，妈妈跟你说点事儿。怎么妈？我怎么看你好像情绪不高啊？是不是这刺激你了？怎么了妈？你没事吧？哎，妈妈不跟你吵，也不跟你闹，妈妈就问你，到底怎么回事？1年不到的时间，成绩下滑成这样，怎么就突然不想学了？对学习不感兴趣，还是老师讲的不好，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总得有个原因吧？不是，我没有不想学，也不是老师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哦，我知道了，不是我下滑太快，是那帮人进步的太快了。
那你告诉妈妈，你这样的状态你怎么参加高考？别说高考了，你知道你这成绩，你连高中毕业你都毕业不了啊！你知道吗？妈妈为你这个事情今天跑了一天。本来开学之前你们老师找我谈话，让你蹲班。